要只给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如果让我入职的话，我是不会就是辜负每一个对我有期望的人。那个 offer 如果给到任何一个人，我都是很开心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拿到这个 offer。现在呢，我就把这个给 offer 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公布。能够获得最终双 offer 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哎，该紫铜了吗？谢谢内部演播，真的太好笑了，我也在出汗。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但是我觉得，比如像曹郁啊，像曲姐，我之前的那些得了很多第一名，可能并不足以让我完全战胜他们吧，所以当时也是心里挺紧张的。这是我一开始写的一段话，给大家念一遍啊。回顾整个实习历程呢，我们经过了这些案件调查、现场勘查、尸体解剖、辅助检查。短期高强度实习，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大脑飞速思考的同时，也发现自身的不足。同期们的欢声笑语，老师们的谆谆教导，电脑中的鉴定文稿，工具箱里的解剖刀，像歌词，没有一刻停歇的大脑，不由自主会陷入思考。是押韵。哇！真的挺搞笑的，帅。迷茫中不停下脚步，勤奋付出终有回报。好，定场诗。然后呢，主要是汇报分以下3点：第一呢就是日常实习，第二呢就是案件的考核，最后呢就是一个总结与规划，以及对近期的一个展望。首先就是参与这个尸表检查、解剖以及各种拍照记录的工作。我觉得我是动手能力比较强，不管是主刀和辅助呢，我觉得我现在都比以前要好很多。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你基本上下一次再开颅的话，没有要太多的指导的先生，加上今天的缝合也是很漂亮。除了法医病理的实习以外呢，我还有这个法医临床方面的实习。我们也是按规范的取材，也学了规范的操作，这样大概行吗？这个好一点。然后呢，对法医临床里面这个工作程序以及内容的把控，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全面的。然后这个是我要主要讲的，就是我们这11个案件，这里边呢有这个高低温、中毒、机械性窒息，基本上所有的死因也都包括了。对于我来说呢，其实第一案非常重要，因为第一案是我刚实习以来是第一个案子，而且我是当时是刚建立起去分析案情、分析死因的一个思路，然后用这个刚建立的框架去分析了一个比较少见的这种高低温的死亡，然后还最后得到了这个正确结论。而且当时是我跟琴琴第一次组队，然后呢，我觉得当时琴琴也是不断的在帮我，去这看切片也好啊，找死因也好啊。我当时也最后为他这个低分我还愤愤不平。对，我觉得就是胜利也是属于我们团队嘛。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也有很多这个宝贵的收获。首先就是职业素养上我有个提高，曲总和刘头也总讲，就是说你程序正义才能达到这个结果正义。再强调一遍，程序是最大的事情，你只有实现了程序正义，你才能实现结果正义。经过了这些案件嘛，我觉得这个程序正义我理解的就更加深刻，然后也更加注重去看程序上的正不正确。然后在一个学习状态呢，我觉得我在这11期里，我的学习状态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没有，4星子。
是，然后就是我关系太好，我现在比以前。然后我觉得我这专业知识的框架构建就更加的完整，然后我现在学习效率我觉得比以前要高很多了。来，给你掌声。啊，谢谢。爱出汗。我觉得我的这个抗压能力比以前强了，不管是挨老师训呐，尤其是曲总训呐。我这个人设是要崩了。然后也是很主动的，愿意去面对各种挑战。徐大哥他的一个侦查和观察力都要比我的强。这个不对，这样放两肩骨，这不才是关节吗？哦，牛啊，老徐！他的侦查思维是其他实习生没有办法比拟的。最后呢，就是致谢，感谢刘洋老师、周一武老师，就很有耐心，能陪我们一起成长。曲总也总训我，但是我也挺受用的。然后呢，要感谢助力团，就非常感谢你们在我们去断案的时候，你们会给一个很科学的引导。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养成正确的分析的思路、判断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呢，要谢谢我的父母。毕业之后也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当时就是比较迷茫吧。家里其实也有点压力嘛，也是非常急切的想从爸妈的肩上接过这个担子。但是他俩也不催我，也不给我压力，就挺支持我的。然后也不管我是有什么想法，就比如说我想去做什么事，他俩就第一时间就会去看说。如果你要做这个的话，这方面可能要做得很好，那方面那个会给你更多的帮助，他们会主动去帮助我，去说那你想去追梦、去实现理想，那你就去做，我们会给你创造条件。他俩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非常感谢我爸爸妈妈。最后讲到这6位实习生吧，哎呀，这个，哎呀。一言难尽呐。第一呢，就是陈实，因为我俩2案吧，虽然说我拿了第5，但是我其实拿第5我挺开心的。经历了所有的案件以后，我会发现他永远不会气馁，就他会一直充满着活力，然后会去想办法，一点都没有那种负面情绪。来点包子呗，来点。这，你离不离婚？你到底离不离？这样。我说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这学生喊老徐喊什么？徐师爷呗。我挑组员肯定是好兄弟。你行不行啊？我觉得我俩比较默契的，其实，所以要谢谢石哥。石哥。然后呢，第2呢就是曹玉了。第3，咱俩合作之后，我也是又拿了第1嘛。主要是诚实的问题。找到了，问题找到了。讲到曲姐吧，就是也很多人希望就是说咱俩去合作一次，但是到最后也很遗憾没有单独的合作。以后有机会吧，咱俩要是还能有机会合作的话，我非常希望能跟你合作。好，谢谢。然后跟瑞娜呢是在那个白骨化的那一次第8案吧，我们合作。当时一上来就是把那病理切片看得很好很仔细，其实特别让我震惊。你算是我心里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也是一直在鞭策我。其实，就谢谢瑞娜。然后呢，就是琴琴。一开始呢跟琴琴一组，然后当时又拿了第1。当时其实我很多东西都不懂不会，然后基本就问琴琴，然后琴琴觉得差不多是，然后她很多肯定给了我信心。老徐，我给你记了笔记，要注意的东西。谢谢。这个应该是肝，勾回有点不正常。他本身就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的人，所以我俩合作起来还是挺愉快的。两的组合一下，因为这个可以选。你们是2个一起吧？对。好吧，这2个一起了。梓潼姐嘞？和梓潼姐。哦不，雨桐。梓潼姐和雨桐哥哥，你梓潼姐在这儿。我觉得跟他们这种友谊，就好像未完待续一样吧。我打算下班了。我也要下班，等我取个眼镜嘛。好的，每天有人陪你上下班。
所以我首先要谢谢琴琴。谢谢你。我的报告结束了，谢谢大家。好，好，谢谢梓潼。再请梓潼的父亲对他做点评，我们都听你的。非常荣幸受邀呢参加这样的一次机会。徐梓潼呢曾经呢跟我们介绍过法医的一些工作，但是我们呢没有这么真切的感受。这个群体呢看似呢好像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呢，他们从事的呢是普通人难以想象，而且呢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工作。所以呢，我觉得呢法医呢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这么一个行业。在这儿呢，对法医的工作，对在座的法医团队呢表示深深的谢意。爸，你点评我这是。徐梓潼呢，在这3个月呢，进步非常大。第一呢，就是他抗压能力非常强，就是曾经啊，可能是接到任务时候呢，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压力非常大。但是我今天看呢，他心态呢非常放松。第二呢，我们作为家长呢，希望徐梓潼呢，在这个工作环境啊，在这个团队的熏陶下啊，变得呢更有担当精神，越来越踏实吧，能成为一个呢，对社会啊，对行业呢有作用、有贡献的人吧，是这样的。我问一个问题啊，经过3个月的培训，你的人生目标或者你的职场目标有没有大的改变或者转变？我其实挺迷茫的，就没有很好把握自己吧。然后就我们这批基本没就业就我。这里。对，而且我这个年龄也大嘛，就是我就想听听您讲，就是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您怎么去做的抉择？我是认为人的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正弦波，当你低谷的时候，一定会高光出现。对。所以有的时候不要以为我这个低谷了就不行，你总会有一天会上到一个顶端上去。其实你们这些人拿出去各顶各，只是你们在这个高压环境下只看到自己的不足。我觉得我的职场目标之前是并不清晰的，因为我觉得之前就是一片模糊，也不知道我说干法医能干成啥样。其实之前并没有特别多的想法，然后现在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以后，我就发现，你既然做法医，那么你就起码要做成一个成手，起码你要是一个能出鉴定、司法鉴定人，基本的这些东西你都能做好之后，你可以逐渐的去做一些比较更疑难的、更复杂的，你的业务能力会变得更强。然后呢，你可以很自信的说我是一个法医，而不是说我的职业就是一个法医，就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医啊。对。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大哥的一个感觉。他在很多次汇报中都拿过第1名，说明他的专业和能力是非常能够得到认可和肯定的。徐梓潼他一来的时候是表现很强的领导能力，很强的纪律性。我从你身上看到中国法医的未来。我希望你心中有梦，眼中有光，你一定能获得成功。啊，谢谢。好，谢谢梓潼。谢谢大家。下面一个是谁？雷拉。好不容易又湿透了。你这个领子很夸张，这样吗？我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接触了这么多的案件，然后学习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对我来说收获已经很大了。不管有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大家好，我是刘瑞娜。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个大会议室进行一个汇报了。
我是来的最晚的一个实习同学，就感觉好像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对，所以感觉特别舍不得。新的面试的来了，这个女的呢是一个博士。她后面的这个论文，这个发了2大页呀。我叫刘瑞娜，目前是博士3年级。我参与发表的 SCI 论文有20篇。我希望从这里开始我法医事业的星辰大海。首先就是我来到这个湖北重新司法鉴定中心，我接受了5个案子的一个考核。虽然说是考核，倒不如说其实是周老师还有刘头带给我们的这种干货满满的一个课堂。第一个考核就是当时的一个面试考核，他的解剖的注意事项作为一个陈述。先判断这个尸体它是生前的一个溺死还是死后抛尸，主要做的试验是硅藻试验。周老师和刘头给我教的第一课就是在看到案子的时候要抓住重点问题去分析，然后找到主要矛盾。第2个考核呢就接踵而来了，然后居然是开棺验尸。在这一个案子中，周老师和刘头教给我的第2课就是要学会随机应变。就是到达现场之后，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鉴定的思路，改变方向，然后最终去找到正确的这个答案。第3个我接受到的考核是农场致死的考核，刘头和周老师就教给我的就是现场勘查的思路和死因排除的这个方法。然后难度就更加升级了，就到了下一个考核是真相游轮的考核。周老师和刘头教给我的第4课就是我们需要快速准确的去做一个判断，因为有可能就是我们如果判断的速度比较慢的话，这个犯罪分子可能就逃脱了。我就想谈一谈对我就是感触最深的这个案子，就是这个真实案件的这个考核，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从头至尾的去做一个法医学司法鉴定报告书。而且也是第一次接触被鉴定人的家属，然后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问询，还有一个交流的过程。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家属真正的诉求，并不是说，你们就是一定要向着我这个方向去做一份怎么样的一个司法鉴定报告。他们想要得到的其实是事件的真相，还有这个人真正的死因，然后希望就是他能够入土为安。最重要的就是想谈谈自己的一个收获和感悟了。就现在可能有很多那种丧文学会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生而为人我很庆幸，尤其是在我成为一名法医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活着并且健康的活着，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而且作为法医，我们可以为生者权为死者言，让我觉得更加的幸运。然后第2个就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就是我在接触这个真实案件的这个鉴定的过程中，司法鉴定报告书其实修改了无数次。怎么越看问题越多？太可怕了，陷入了循环。然后我就真正觉得它这个司法鉴定报告书是非常有厚度和重量的，它并不单单只是几张这个纸。第3点的话就是知行合一，笃行不怠。这个知不仅仅代表的是知识，还代表的是我们的职业操守，还有我们的道德情怀。然后也希望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继续乘风破浪，向阳而生。最后就是致谢了，首先就是刘头和周老师，还有这些带教老师，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不像一个这种就是上下级的这种工作的关系，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然后刘头和周老师就像我们的家长一样，就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打怪，然后完成各种挑战和困难，然后让我们逐渐成长。之后感谢助力团的这些小伙伴们，还有最可爱的实习生小伙伴了。最后就是想感谢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因为我一路走来，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去做了一个选择，但是在我选择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我，他们是我前进的动力，但也是我飞累的时候最温暖的港湾。瑞娜身上就可以完美的展现出了一个又知书达理又温柔，然后又聪明又有财富的一个样子。
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应该像他一样好好努力，还有自己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因为他是我想要成为的人。谢谢大家。好，谢谢蕾娜。蕾娜的妹妹有什么要说的吗？妹妹，其实就是今天是我就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接触到我姐姐在专业领域上的这种形象，就让我看到我姐姐的新的一面，就是她在那个专业领域上那种自信和那种自如，让我感觉就是在我心里，她今天真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形象。然后就是从小到大，我姐姐一直都是就是我可以在小伙伴之间炫耀的那个优秀的存在。我觉得我可以一直炫耀下去，然后在炫耀的同时，我觉得我也需要更加努力的学习。就这样，谢谢。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这实习生里面，你是代表一个女性的已婚的这一个群体。已婚，已婚，普通话不标准。普通话是不标准，实在对不起。所以呢，万一我们给了你 offer， 你是会有一个两地分居，这个事业和家庭的难题，你对这个现象是怎么判断的，和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如果我能够有幸拿到这个 offer， 因为我的老公吧，现在感觉，因为我们也刚领证不久，就这么叫感还有点不太适应。这波狗粮我吃了，这波狗粮我吃了。他其实也是学法医专业的，然后也特别的优秀，他肯定会跟我一起就是过来的。谢谢。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这3个月下来，真是不虚此行。我也会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做这次的述职汇报，不管最后能不能拿到 offer， 我都不会留下遗憾。就今天站在这边，我其实感觉还挺玄幻的，因为就是90天前，我还在实验室里面做 DNA 相关的实验，就是对自己未来可能会做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完全没有想到，我90天之后站在这里，其实已经参与了很多现场的解剖啊，或者是一些勘验的工作。我在这边主要参加了3部分的工作，然后第一个部分的工作是法医毒物分析的实验，我是这里唯一一个应该参加了这个毒物的实习的实习生。第二个部分是法医病理学的，就是解剖的工作，它跟毒物分析就是2种不同的体验。第一次去解剖现场，那天就天还没有亮就醒过来，然后要去解剖了，然后晚上可能12点1点多才回到家里，因为那天完成了2个解剖，就上午下午都有。这个案件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解剖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们的那个颅骨锯它坏掉了，我们就用到了手工的那个锯子。这个体验就是很特别，因为就觉得我们法医病理真的是很需要力量的一个专业。但是那天带教我的2位老师，西西老师还有刘婉珠老师，他们虽然都是女性法医，但是他们那天真的做得非常好，所以让我觉得就是女性在我们法医病理上面也是毫不逊色于男性的。说得好。其实我还每次听到说要出差了，我还挺高兴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实习过程中真的很缺乏睡眠，但是一去出差了，我就可以一天睡7个小时，就这个来回的路程真的非常的长。我对解剖师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它是我就是解剖从不会到就是逐渐熟练这个过程的一个见证的地方。从青铜到王者。对，从青铜算不上王者，可能从青铜到黄金的过程，一个见证的地方。然后也会让我觉得就是能够善始善终吧，就是能把这个过程就是从不会到最后顺利完成，可以就是可以完成。就算了，真的就不说了。然后这是我参与的11个案例。这里就不再对每个案例做具体的介绍了，因为大家以后都会看到的嘛。然后这个是我在10个案例中的一个成绩，就是我有一个数据分析的习惯，就喜欢把成绩和排名把它列成一个表。就是留头之前对我的评价，我是一个很稳定的人，一直在前3徘徊吧，然后基本上都是第2名，真的是千年老二，每次都是第2名的感觉。我其实觉得稳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我在整个实习过程中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案件错了啊，就是到后面就是越来越成长，然后对每一个结论也越来越谨慎了，就是越来越体会到自己作为一个鉴定人应该有的那种严谨。就是一定要获得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这个案件背后的可能是一个家庭，或者是很多家庭。在我们的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呢，从证明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一个量的规定，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规则，就是孤证不能定案。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这个排除合理怀疑。那么最终认定这个案情所得出来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一切的合理的怀疑，那么到达这个程度，我们说就可以定案了。所以我们每做一个决定都要小心谨慎。是的。结束了工作的部分，然后就进入了比较快乐的，就是和大家的相处。我首先说一下我的这几位朋友吧，就是我对大家的第一印象和大家的现在的印象。第一个是小刘，小刘，世界上另一个我。小刘，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跟他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因为大家的专业也不一样，然后性格也，他感觉一开始还挺内向的，然后没有话说。我们在面试的那天几乎是零交流，然后到后来在案件中配合的时候，会慢慢的发现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很像的，就他是那种比较细致的人，然后我又是比较武断鲁莽的人，然后其实像两相结合起来的话，就配合还挺默契的。然后是晴晴，就很多次跟他聊天，我都被他聊哭了。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能保持那种内心的纯真和坚定，就是有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会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很宝贵。陈实是我其实在来参加实习之前我就认识他，然后我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是，这个小朋友还挺沉稳的，就说明了我这个人看人真的是很不准。然后他在实习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那种毛毛躁躁的时候，但是还挺可爱的，然后也是我的快乐源泉。老徐，你要吃啥？我想吃拉面。那种芥麦面，那叫荞麦面。荞麦面。主要是我们不经常吃，一般吃的是大米饭。我希望能在这个实习结束之后，给他编一本错别字大全，给他好好记录一下他在整个实习过程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然后是娜姐，我跟她老公是同一个研究院的，然后我们之前有很多接触，然后也看到过娜姐本人。那时候对她的印象就是我想要成为的人，打到就是又很漂亮又很优秀，然后在科研上面的成绩也非常突出，然后又有神仙爱情，这个是我没有的东西，非常羡慕。会有的，会有的。然后是老徐，老徐说没有跟我合作很遗憾，然后他有很多次想跟我合作被我拒绝了嘛。很多次。其实我是挺多次了，挺多次。就一次吗？不就一次吗？一次哦。那就一次吧。哎，最后本来想跟曲姐一组。我可不想跟你一组。为啥呀？我已经有固定搭档了。对，我想来点不固定的，你知道吗？尝试一下。不要紧，我们下次再找个案子给你。不用了，不用了。我不愿意跟他做队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跟他做对手是一件更快乐的事情，就是能跟他在这种辩论中获得更多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以后还是跟你做对手，不要做队友了吧。高度评价。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竞争的关系，我觉得我们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我在这一轮的标题写的是“相逢的意义在于照亮彼此”。然后我这边要特别谢谢老屈，要多做几个切面，2厘米左右是吗？不要用刀尖，要用刀斧，顺势拉回来就可以了。不对，不对，不是你这样搞的。那要怎样呢？会让我觉得就自己在法医病理上面的知识真的很薄弱，然后我在之后也做了很多恶补吧，就为了下次你提问我的时候，我可以回答出来。
你觉得我做的还好吧？挺好的。我也特别欣赏老区的性格，因为他就是该骂的骂，然后该夸的夸。我希望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做的不好的时候就赶紧批评我，会让我马上意识到我这样做的是不对的，然后我就能够去改正嘛。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教导和帮助。然后是最后也感谢助理团，你看是我们，就在整个过程中也看到你们就是也是在一起进步的。然后最后一案的时候看到你们人手一本法医病理学的书，我会觉得我是真的还挺感动的，因为能把这个专业内的知识分享给专业外的人，然后让他们对法医学能感兴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感谢和你们的相逢。然后我也是很感谢当时那个勇敢迈出这一步的自己，就是给了自己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到这边做这个实习。老师好，我叫曲艺林，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是法医物证学和分子遗传学。你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们两个是一个组？我们都是漂亮又优秀的女孩子。你们进入正式的实习的状态了。回想当时就像是做梦一样的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融入到了这个大家庭里面。手上拿注射器的那个姿势可能不太方便操作。你是拿刀不对，拿刀方法不对，一定要对准比例尺，要不然别人不知道。不好意思，你没有带电脑过来吗？没有，因为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没有面试成功，所以就没有带电脑。你要自信一点哦。好，我想的蛮好了，遗体专线。我也做了这个事情。我已经做了这个，就是签了这个遗体捐献的志愿书。它可能不是一处的损伤造成的，是多处损伤结合，失血量过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曲，这个表扬不吝啬啊！在听完你的跟这个助理团的沟通以后，我一直认为你应该是一个结果鉴定的老手，这个是给我的这个直观的感受，是因为你的层次逻辑是非常清晰的。我刚刚看到老师给我们就是示范那个拍照姿势的时候特别帅，我还给你拍了一张工作照。觉得像这种珍贵的画面，其实应该被记录下来。通过考核和实习的工作，发现自己的问题，弥补自己的不足。虚拟它就是一个学习型，而且又能够转化成现场应用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稳的。10就是一如既往的觉得活出了很独立的、很当代女性的样子，又温柔又有力量，又坚定，然后不气馁，也不会妄自菲薄。你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铿锵玫瑰，希望你未来绽放的更加鲜艳，更加美丽。我希望我还有我的这些同事们，未来也能够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中读书。第二个是我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司法鉴定人。好，谢谢大家。请你妈妈发言。其实我也不是很会说，但是在下面听他这样一番那个述职报告，我想这个是别人家的孩子吧，不是我们家的，怎么这么优秀啊？真的感到很意外。然后，所以我要特别感谢芒果 TV 能够给你这样一个机会，也非常感谢刘亮老师、周一武老师，还有他们整个团队对你的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虽然只有大概短短3个月的时间，成长强大了，真的太多了，真的非常骄傲，真的。就我希望你以后就在那个法医道路上，就是能够走得更稳、更远。我相信你能做到。谢谢。他的优秀来源于你。没有，他是青春以来剩以来好多的。把女儿也夸了，把妈也夸，自己也夸了。我有个小问题，如果这个 offer 给到你了，然后你肯定要面临这个抉择，是华科还是我们重新？那么，在抉择的时候，就是哪些现实的问题是你会考虑到的？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如果是这2个 offer 让我选的话，我是一定会选择重新的。我觉得跟大家就是已经成为了密不可分的一家人。
还是姓屈的是一家人呢。好，谢谢你。下面我们又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压轴的向晴晴。哇，重量级！向晴晴，不要重量级！哎呀，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再重新的汇报了，紧张不舍，更多的是感谢。这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梦幻、最宝贵、最幸运的经历。好。各位老师，晚上好，我叫向晴晴。因为我现在暂时是不能脱稿，所以就这样讲。哎呀，还是有点紧张，真的，一想到跟刘头汇报，我就会很紧张。别紧张，我转过头去。刘头说：“那我走，那我走。”陈实，你可以当导演了，我觉得我同意你这个建议。刘头躲起来吧。行，我躲着。好，这是我来到武汉的第一篇日记面试。刘头作为考核官对我们进行了一个面试，我是真的心脏都快跳出来，包括现在还是一样的。我就像是一个攀登者，在不断前进的路上抓住这次机会。刘头看见了我，并伸手拉了我一把。我真的是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因为我被看到且拥有这次实习机会。第一天工作，我还没来得及熟悉整个工作流程，就迎来了第一案。因为面试的时候有组队的一个经历，很自然的就跟徐子彤组队。你们分好了吗？分好了。咱俩一组啊。我来一组啊。好，你们有经验了。对，配合比较好。我第一次汇报的时候是特别紧张的，大家都知道，嘴瓢了很多次。完了，徐子彤在我汇报很紧张的时候，他会小心的在我旁边补充，甚至在最后，刘头为什么他的分数这么低？打抱不平。对。向晴晴75。我有问题，老师为什么给我的 partner 给75分？为什么？他其实很多思路都是他提出。特别的有这个团队精神，谢谢，再次谢谢。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个双尸案，因为它里面有2次的案件还原试验，就是这样的一次次试验展现了法医的一个求证务实。其实在这3个月的实习中，我还经历了很多个第一次。人的一生会有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哭，第一次笑，第一次谈恋爱。重新鉴定中心就捕捉了我人生中很多个第一次。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法医的工作，第一次看见教科书中的人物，第一次做汇报，第一次哭，还有第一次感受到团队的力量。谢谢你们。还有就是去大鱼湾，其实大鱼湾这边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是刘头第一次落泪，落得这么久。他能够把绝望2个字说出来，那是我经常的表现。在我们提及黄光照教授的时候，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师徒情，比家人的情谊还要浓烈。所以我觉得这个考核不仅仅是给我们考核这个难题，更是一种传承的一个方式吧。但是在这个考核和工作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我的缺点还是基础知识的一个欠缺，因为在考核过程中有相关的病理学、毒化还有法医的其他分支学科，都会迷茫。今后我会不断的催促自己赶快成长，我会加油的。经历了实习中的这么多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人的肯定和鼓励。感谢周老师细心的指导，每一次的案件考核，你都会细心指出我的一个优缺点，让我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真的谢谢。还有就是老区，感谢老区在很耐心的指导，虽然是用一种不耐烦的口吻去耐心去指导哈。对，他平时就这样子的。没有，我允许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老区真的一点都不凶，就是分贝会稍微大一点点。他耳朵不好。好。还有就是跟我一起成长的大家，能在这3个月认识你们是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助力团一直以来考核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学习和成长。雨桐姐是一个很温柔的姐姐，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让我没有产生距离感的。第一案的时候，她也是主动给我加油打气，她说晴晴你要加油。她还会在考核之外关心我的一个生活嘛。看好你，加油！好，辛苦啦，加油！我们不做那么优秀的人，但我们做一个那么勇敢的人也挺好的。我觉得你特别勇敢，你挺好的，不用自卑的。这个好啊，老师，非常的感谢你，真的谢谢。希望未来奔向你的永远是无尽的浪漫与温柔。好了，到助力团哥哥，姐姐比较重要，哥哥就带过了。好，没问题，哥哥们理解。有点突然。最后，我想感谢的是我人生中的第1位法医老师刘头。真的，我是觉得您真的是一直都在。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别紧张。老师好，我叫向晴晴，我毕业于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向晴这个人呢，他尽管可能在学历上啊可能有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好多人呀！好多人啊！加油加油加油！你聚几个，让向晴去聚几个。还可以。咱们这个是工作环境，但是在讨论一些案子的时候，就放声的说，声音有点小。现在应该不会再害怕了吧？像晴晴的呢，从我对你的要求来说，你的信心应该是要树立起来。这个在这个学习当中，就是要你不停地要表达自己，要有试错能力啊，有这个勇气。刘头他愿意拉着我前行，给我这个机会学习的同时，他愿意把所学的东西倾囊相授，我真的是谢都谢不过来。我是觉得这个机会特别的珍惜，所以就是非常的感谢你，真的谢谢。最后，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为期3个月的实习真的像圆了一场梦，所以今天想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各位老师好，我叫向晴晴，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了。我毕业于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法医。向晴晴，如果你没被录取，你会怎么样子？没被录取的话，这个机会已经对我来说很值得去珍惜。
完了，我回去之后还是会继续努力，继续前行。现在我即将结束在湖北重新司法鉴定中心为期3个月的实习，在实习期间，我进行了11个考核的案件，还参与了4场解剖。不要顺着原来那个句口，要重新取一个句口，它还是一条直线，知道吗？知道了。晴晴的悟性还挺高的。我有补充的地方，该我发言。哇，他的便利贴贴的好满。我必须得表扬一下晴晴，就是如果你给侦查人员提出这个方向的话，会给他们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像晴晴呢，给了一个80分，去搜索这些物证上面还是会比较好一点的。像晴晴，你的进步是巨大的，给了他的分是92分，排在第1。为期3个月的实习经历，收获了整个系统性的知识框架。我会在今后的时间去加倍努力的提升自己。我依然是那个爱绘画的向晴晴。喜欢绘画的人，他不一定需要纸和笔，他可以在地上画，可以在天空，可以在湖泊，可以在大海。重新司法鉴定给了我一个执笔的机会，让我可以在天空、在大地、在湖泊、在大海上画，在我的人生画卷上铺满阳光和色彩。谢谢。一个追逐梦想的一个女孩子，经过3个月的培训，实际上我们看到她把那种热爱和梦想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力。她如果坚持这个梦想，她一定能获得成功。像晴晴的这个人呢，非常刻苦，希望她能够坚持下去。我相信她还是能走得很远的这样一个孩子。谢谢晴晴，晴晴这个助理团的。家属啊！向晴晴的表姐，首先因为晴晴的家属因为一些特殊的不可抗力的原因，就是没有来到现场。然后我们助力团就是因为也是3个月的时间嘛相处，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推选了一个代表，对。然后刚刚我们大家也把想要对你想表达的话，就是委托表姐跟你说一说。对，以下我说的话是我们所有助力团想要对你说的话。就首先，我其实觉得一开始我的的确确像我们都会被你的这个梦想打动。我不会说什么就是你要坚持梦想啊这种很空的话，因为我觉得你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梦想是什么，而且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我永远都能在你的笔记本上面看到你密密麻麻的记录，在专业上的东西，你也一次比一次的让老师们对你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然后分数也是一次比一次的高，我觉得这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你站在这里，你是值得站在这个位置上。而且像双尸案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你第一个提出，就是男性死者有机械性损伤的这个可能性。你用你自己的实力，一次一次的拉近了、缩短了你和其他的实习生们的距离。然后最后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情感啊，就是想跟你说的是，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坚强，也不是一个很……我感受到了。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也感受到了。然后呢，我想说，如果你说，刘头曾经在你可能很需要的时候拉了你一把，那我觉得你也在我很需要的时候，你也无形的拉了我一把，在我将来可能胆小跟很懦弱的时候，我会想到。
然后我会感谢你，就是很真真实实的这3个月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谢谢你，谢谢。好，我有2个问题啊。首先，从这3个月的这个工作中和生活中，我是挺佩服你的，确实挺佩服你的。就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呢，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是有很多现实性的问题要去克服的。就是第一个，你肯定是要提高你的知识，提高你的学历和你的整个的这个知识的系统性。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国家的要求，我们拿司法鉴定人资质必须要求本科毕业以后工作5年。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年去考本科，然后再等5年，中间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非常紧张，你一点都不落下的话，也有8年的时间。就是你怎么去选择你的梦想、工作和生活，甚至是家庭，或者说是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8年的时间，就算是18年也好，他的这个时间线是放在那边的。尽管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也会在其他地方做着同样的工作，等上同样的8年。我就说特别好，即使您不给我这个8年，我也会在其他地方实现属于我的8年。他知道他要如何度过他的人生，可能会比较慢，可能会比较辛苦，可能会有一些曲折，但是我相信他终会到达那个地方。好，晴晴，谢谢。好啊，终于要下来了。真挺可爱的。好，刚才他们6位这种精彩的、发自内心的述职，我觉得至少我内心是很感动的，给他们表示敬意，谢谢你们啊！好，接下来呢就有一个环节了，就是要给你们最后要做评分的了，所以呢就请你们实习生和你们家长先离开一下，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回到这儿来。你们可以带他们到处转一转，我们在中间我们要讨论这个事儿，好，带到工位上去，好不好？好。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走吧，走。你进屋吧，进屋哈。这个是你们的工作？对，然后每次开会不是在这儿吗？非常好。我工位吗？老师是在介绍吗？对。来蹭一下。我们的小会议室，对，我们一般就发布任务啊什么的，一般都会在这儿讲点事情。很熟悉的。对，非常熟悉的。我妈每天就住在视频里面，视频和评论里面。然后我们吃饭，一般就在这儿吃饭。对，我们总在这吃饭，然后是那个分数板嘛，我看经典分数板啊，正好我还在上面，这样是第1。那你这是第几次？但第十次又不是很好，第10次多少？第几？第2也行啊，也还行。每次都是这样，及格还不及格？你近视吗？我近视啊。那你看不见就刚刚好。哎，干嘛？你戴那个什么吗？戴眼镜啊。行，坐，咱们坐着聊，你坐呗。坐嘛，哎呦，这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不能呢？害羞吗？没有害羞啊。啊？要保留一个 secret 呀。有啥 secret 呀？你看，我就不像我。想啊。他脸修的太尖了。
不，他把那个阴影，不是他修的，他那个阴影一遮，他那个光线的原因就显得，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但是有点像我刚刚看的《秦法》里头给演的那个杀人犯，连环杀人犯的主犯。我妈妈看到我的图片说我长得像杀人犯。啊？我妈妈说我长得像杀人犯。不是，我刚刚看了秦明之后，我就看了一个那个有关秦明的一个那个片了，然后里面那个连环杀人犯的主犯就真的很像，然后只是他画的是那个唱戏的脸谱，但是那个头发呀、身材呀，反正真的很像，长得很反派。你觉得画人是不是很幼稚？你哪画的？你画的？我画的。这个是陈思自己画的，这也是他画的。他那个画是什么？你看得出我那个是什么吗？你猜出来的话，今天请你吃饭。头发。对，人家的妈妈怎么这么聪明？我头发。我还以为是你上的。接触到对啊。晶晶，那个，我刚才，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老师呢，不是那个谁，那个小齐说那句话，非常好，就是说你不拿着稿的时候，不看着文字的时候，你这脑袋呢，真的就不会受束缚，你就是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你就可以表达什么想法，反而呢会流畅，会自然的。有时候可能人太在意这个，怕出错，反而可能容易出错。对，可能是太把这个当成一件事情要去完成了，然后自己会给自己造成一定的一个。他脑里要是先打好草稿，说出来就是很卡。对，但他自然想说出来就好很多。现在这样。我下回注意。琴琴很厉害啊。好，这个因为这个是最后一次了，要给 offer 了，所以呢还是比较慎重的事情。所以呢，我跟周老师两个人要决定的话，还是有一些困难。其实他们的成绩都差不多。我们平常给他打的分是占50%分，我们这个老员工今天要给他们打分是占20%，我和周老师占30%。助理团呢，就是你们要给我们建议，把你们想推的人告诉我们。明白，因为我们的确，作为助理团参与到这几次考核过程当中来，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对于各位老师的专业的工作领域肯定是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也仅仅是表达一下我们个人对他们的情感，表达一下我们对他们的支持。是的，因为我从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所谓的支持率给到了老徐，待人接物，不管是与接下来开展工作的各方，或者是说会接触到的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他的经验都会更加丰富一点。他其实在这3个月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实战经验其实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上能够一个人完成一场解剖。所以我在想，我把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推荐放到老徐这身上。那如果说从这些实习生里面去想的话，我可能会希望曹玉，就是他很细腻，而且他的成长速度，我真的觉得非常快。是的，吃饭的时候也在看书，然后走路时候也在看书，中间也在看书的一个人，然后知识储备又非常的全面，然后临床转法医这件事情，因为在刘兰老师这里，我也觉得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如果让我一定要选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会选曲一玲，因为她，从头到尾她的进步是能看得到的。依玲她也是一直都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而且很稳定。对，她很稳定，对，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想要向刘头推荐，陈实还有秦秦。我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法医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职业，而且特别需要平台。而且既然他们俩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希望能够给陈实还有秦秦他们俩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陈实他只是大4的一个学生，但是我觉得他未来是非常可期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他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并非有那么强，因为他的经验不足，而且年龄在这儿。但是我觉得他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发展，而且他也是热爱我们法医这个职业的。然后再说一下秦秦，我觉得秦秦他现在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法医是他的梦想，他想把法医做好。抛去专业以外的这个硬性的规定 ，offer 双 offer 只能有一个。但是刘头和周老师能不能给予大家就是其他的机会？我就这些。所以实际上你们4个人推荐了一个心目中的人，特别是郭俊辰呢，我觉得是可能还是代表了很多大众的心理，因为大家就是您各位看着他们3个月这样实习过来，其实观众们也会看着他们在节目当中一点点成长，大家都会带有很强烈的感情因素。但是我们4个反正现在讲述完了我们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支持之后，剩下的就要辛苦各位老师们了。是的，对，因为最终究竟结合成绩以及今天您各位共同的探讨之后，才会有那个最终的名额。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好的，辛苦各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期待那个结果。好。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样子？对这几个人，我是觉得秦秦的这个经历与我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呢又结合了我们工作的实际以及我们中心的目前的一个状况，这方面的话，那我肯定选的。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我自己打分的前3名是，我的打分现在是。我要考虑到他以后能否成为鉴定人，在我的人才梯度里边，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行，那就谢谢你们，我们2个人。谢谢。就上一次我到华科去跟法医协谈了一下，就是这样的啊，我不管那边的，就是个人态度表出来。陈实上呢，这个决定我就也是帮了他。向晴晴、刘瑞娜、曲一玲、刘超玉、徐子彤。那就这样，好，好不好？好，行，哎，你好，各位走，我们再到会议室，大会议室去，啊，走，哎，走，offer 如果是只给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如果让我入职的话，我是不会就是辜负每一个对我有期望的人。
那个 offer 如果给到任何一个人，我都是很开心的。个人认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拿到这个 offer。请日照。哎，法医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是要经过很多程序的，不会是我和周老师两个人就很武断的去下一些结论。对于给你们发 offer 这个事情，其实很慎重，所以呢，经过刚才这个把这个你平常的成绩做了测算，也经过这个带教老师的他们的打分。朱立坛推荐，加上我和朱立坛还推荐，所以呢，现在呢我就把这个给 offer 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公布，可能我现在公布到的是后面几位，就是可能你拿 offer 的这个机会不多，第一个是。经过这些期的考核嘛，所以我觉得我之前的那些得了很多第1名，可能并不足以让我完全战胜他们吧，所以当时也是心里挺紧张的。然后我也已经在这个实习经历里面，就是已经做得很好，让我自己很满意了，是不虚此行的。对于一个法医的学生来说，能得到这2位老师的指点，或者说一个通过，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第一个是诚实，诚实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非常非常勤奋，头脑也很灵活，他很努力，其实压力很大，经常我会看到他宣布那个结果的时候，就心情很低落，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现在后来的表现，应该来说跟你这个入之前。天壤之别，你现在回去再去跟你那同学在一起的话，你就不是什么青铜了，王子，就是王子，因为你见的比他们多，是吧？是，所以很抱歉，真是啊，给他加个油，加油，谢谢。还是那句话，不是你的什么失败呀，或者什么样子的，机会还会有。其实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因为当时我总体的成绩是比较靠后的，整体的这个名次，我觉得相比于他们之下，包括他们的这个学历都是比我优的，自己心中的梦想也好，目标也好，也更好的去践行，更好的去发扬光大。第二个是像晴晴，非常努力，而且呢也是感动了很多人。他代表的是我们国家的一类这样的人，就是有理想、有梦想，就是没机会。他忍受的压力，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在入职以后网上的事情，他在我们在这里实习这一段时间，周玉龙当时有这题，家里面的很大的困难。机会会让他放弃，要别人可能就熬不住了，就跑了的。所以实际上非常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一个人，还需要继续学习，所以这一次呢，也不能给你 offer， 好不好？但是还是要给你鼓励。Jump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 My head isn't anymore. 我知道我不是最终留下来的那个人，这不能算是遗憾。我觉得得到了老师及所有人的认可和鼓励，再有就是系统性的框架知识自己也有，就收获的太多了。呀，我怎么会有点紧张呢？报告这个。
没事，这样说。第3个是刘瑞娜，你是我们这个里学历最高的，而且是我们看的最好的，非常看重你，但是你的来的时间太短。第2个呢，相对来说动手能力和这个思维模式，可能他们前面训练的很那个，所以时间不够长，排名打出来的分数也不是太前，是在后面的，所以现在也暂时不能给你 offer， 也希望你以后继续加油，好吧？给他一个鼓励。是的。肯定稍微有一定的遗憾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我想了一下，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接触了这么多的案件，然后学习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对我来说收获已经很大了。还有认识到的所有的老师，还有这些小伙伴，其实都是以后不管是你学习工作中，还是你日后生活中，都是你的良师益友。那么讨论来讨论去，最终的 offer 可能就在没有宣布的这3个里面产生了。比如说曲一宁、刘超玉，还有徐子彤。那个 offer 如果给到曲一宁，给到徐子彤，给到他们任何一个人，我都是很开心的。这就是我们6个人的学习结果。就是在里面排位的差别都很小，非常小。那究竟这个 offer 给谁呢？好，现在我宣布，能够获得最终双 offer 的是徐子彤。奔跑在每个无形的夜里，始终期待着黎明，经历着每次分离，只为与你更靠近。来，请你这个签字。好。面对着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心中微光会点燃温暖晨曦。再次祝贺。就是现在的想法来看，我就会非常直接具体的去，向这个阮哥呀、盼哥他们的方向去靠拢。我觉得我先达到他们的程度，这就是我的目标。对我来说就是太完美了。刘头和周老师呢，他们能给我这个平台，能给我期望。能愿意教我，愿意耐心的带我，所以我要感谢他们2位。接下来呢，就是周老师要有些话要讲，就是因为听了这个郭俊辰的一些想法，我们可能呢有些小的彩蛋吧，可能会放出来。彩蛋。所以我们请刘老师、周老师，谢谢周老师，谢谢。刚才刘老师已经说了，这6个实习生都非常优秀，实际上让我们难以判定。那么尤其是前3位的同学，那么作为我们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培养优秀的博士生，是培养中国最优秀的法医的一个最佳的途径。今年我们单位招收博士生，我们2个都有资格，但是因为你们失去了这次机会，报名的机会失去了。我希望明年你们2位硕士能够争取这个机会。作为我们2个导师的考核是已经过关了。哇！那么明年没人报他俩了。是啊，你这么一播出去，其他人看。那刘朝玉同学，因为他是临床医学的，如果你热爱和酷爱法医病理，我希望你明年报考我们学校的
法医硕士，还有诚实，我们个人，我们认为是符合我们的录取的标准。好，谢谢周老师。就是说，你们如果需要去在学历上更进一步的话，可能在明年的读硕士、读博士机会上面，如果你们要是愿意过来，周老师愿意招，我呢可能把我的退休年龄就往后延了。我得也要对你们负责。我已延了很多年了，因为是博导是干到65岁，有62岁就不能招了，所以我明年就是62岁，63岁不能招。所以把机会关门弟子，关门就在这一刻。好，这是一个彩蛋。第二个彩蛋是给谁的呢？刘瑞娜的，因为你是博士毕业的，你是符合我们学校这个进人的要求的。在这段时间，我们也跟我们学校反复在沟通，沟通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学校进人的话，他是需要发招聘启事，把这些人的简历收回来就出差，有的人可能连面试机会都没有，你把简历投过去，直接进入学科的，就是我们教授委员会的学术评议那个面试。哦，哇塞！所以你们要关注，特别惊喜。我肯定要好好准备这个面试，然后去好好表现，然后争取到这个机会。觉得彩蛋真的太精彩了，会帮我们考虑，就想想我们是不是想要工作，或者是还想继续深造。我觉得他们其实有站在我们立场上为我们考虑很多事情，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太让我想不到了，就是完全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彩蛋，所有人都有机会，我觉得这是让大家都很开心的一个地方吧。彩蛋完了没有？彩蛋还要有吗？完了，还有一个彩蛋啊，还有一个彩蛋。这个彩蛋呢，是我个人的。当我在这个地方，在面试的时候，面试相亲的时候，我是流眼泪了的。他的故事很感人，但他不是那个作秀的人，他也不去跟你做辩解，是吧？你要是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扛住很多压力、误解，往前走。那很多人说他的学历就这样。你们这个职场怎么是会招这样的人，是吧？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想的话，以他这样的毅力，终归是有人会帮到他的。我想干什么事，我想当他的师傅，收他做徒弟。他可以永远的，不论你到什么地方去，你去外面打工也好，你去在这边打工也好，实习也好，你可以边实习边工作，然后你去提高自己学历。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人不会有出路。我自己招了学中医的，我自己也招了学护理的，现在读博士啊，读得好得很。所以我觉得这个入职上的我们的话，要告诉很多人，真的是只要坚持，终归是会得到一个结果的。所以想今天告诉他这个事情，我一直埋在心里面的。所以郭俊成提的这个要求，满足你。谢谢刘老师。谢谢刘老师。雨桐满不满意我不知道了，是吧？向晴晴愿不愿意答应，我就也不知道了。反正是。鼓掌，鼓掌，鼓掌。刘透他愿意在我的这份坚定里拉着我前行，他愿意把所学的东西倾囊相授，他愿意收我做徒弟。我觉得这比最后的一个 offer 还要珍贵。还是那句话，所有这些人我都舍不得。所以你们在这一天，我会能帮到你们一天，我就帮
帮不到这一帮人都会帮你们。我相信勤奋的人不会没人帮，善良人也不会没人帮。所以我就给你们在加油，现在是你们新的开始的时候了，而且你们现在应该是路都打开了。谢谢刘头，他真的就是把他所有的知识碰到的一些难题，其实都有传授给我们。他这种毫无保留对我们的教导，会让我觉得就是很感动，然后会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也有责任要把这种就是他给我的知识只能够传递下去吧，就要做到这种传承。感觉他作为老师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一位良师，他愿意对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生倾注这么多心血，或者说付出这么多，就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东西传给下一代，也就是这个代代相传，也就是法医的代代相传吧。我觉得在刘头身上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就真的很感谢这一路以来遇到的所有人，我觉得这段经历真的很宝贵。可能在将来的以后某一天会觉得自己什么时候的蜕变，可能会联想是因为这次非凡的经历。感谢芒果 TV 给我们做这场节目，感谢你们对这里的信任，感谢所有人。谢谢刘头，谢谢周老师，谢谢各位实习生们，一定要握个手啊！祝贺他们，祝贺他们！好一把。祝贺祝贺喜林，这个祝贺，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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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请各位老师还有我们各位家属们一起来前面，大家一起合个影。中国法医牛不牛？牛！芒果 TV 棒不棒？棒！见证过爱恨奇迹定格，那个揭开围巾的谜底。老师您好，老师好，我们是来面试的。老师好。哦，老师好，老师好，刘老师好。我也是一个人体志愿捐献者，不管我在生前还是身后，都可以为法医事业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医。也是非常期待能运用警校的这些知识，来解决这个 offer 给我带来的一些挑战。今天来参加这样一个面试，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的一次不退缩和不投降。我会告诉我自己，欢笑泪水都是生命的印记，心之所往就是坚持的意义。真的想不到有什么经历比这段经历更完美、更极好。很多时候，当我在沮丧的时候，可能在有难过的时候，不要那么灰心了，来想想这一段的经历吧，来看看芒果 TV 的节目吧，就知道自己有多厉害。然后我也很感谢这段实习经历吧，它其实真的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一种特别的视角，然后看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会对我自己的成长有很多帮助。我就是想要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也要自信一些。不知道未来他会对上情境下怎样的一个横手。这为期3个月的实习，他真的对你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希望你借此3个月的实习，能成就好你的未来。认认真真的把自己沉淀为一名全面的、合格的、有底线的法医。徐雪彤，你今年、你未来、你明年、你未来10年、100年，你一定要认真的做自己。在我们这一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许下一个心愿，希望我们的所有法医们，祝愿你们前途坦荡，心中有火，眼里有光。那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所有此刻正在收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的各位观众，一生平安。奔跑在每个无形的夜里，始终期待着黎明，经历着每次分离，只为与你更靠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着潮汐。我会告诉
我自己，欢笑泪水都是生命的印记，心中微光会点燃温暖晨曦。哎呀，子彤啊！谁呀？我哥想你了。你怎么跑过来啊？我也想你啊。我们去哪儿？谁呀？你开幕告诉没有？开过。轻轻地、大胆地往前走。谁是我的新郎？我是你的新郎。我是谁的新娘？你是琪琪的新娘。快快去见咱的爹娘。我们接下来再往长沙去会见那3个小宝宝。Hello，我看到了，他肯定看到这个，他肯定很惊讶。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点丢脸。好长时间没来长沙了，是幸福的，充满收获的。皮皮，好久不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好想你哦。今天考核呢，就是这个密室逃脱啊。快跑！快跑！我疯了！你是谁？你是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露营地。我要问男生还是女生？不一定。他从某一天之前是男的，后来变成了女的。What？ 40有吗？这个人没有，没有。他是咱们很熟的人吗？挺熟。但跟你关系不太确定。给我说懵了，真的。Hello， 好久不见，雨桐。Hello， 你能经常见到董明珠董总，我没有。我可以带一件，没问题。flag 立在这儿了啊，视频为证啊，雨桐。徐子彤同学和孟雨桐同学的舞蹈比拼。这我俩是一样的吗？就是这个比较简单，我俩不简单。另外呢，有一个消息要给你们公布一下，就是公安的法医跟我们不一样嘛。公安的法医里面，它的很大的一部分成分是在院校里面，在社会机构无法提供给我们学法医给他们实践机会的。接下来1个月呢，有一场特殊的实习等着大家，希望大家这1个月都有所收获。门板上有血痕、血迹。哎，这些是尸体仰卧。哇，这里。重的，好，下来。我叫陈实，我叫徐子彤。大家好，我叫向晴晴，我叫曲艺玲。我们提供的是温情服务，在他们人生旅途中画上最后的句号。我一般就是下午或者晚上下了班之后，就会去健身房锻炼的。大彤，你喜欢你的围兜兜吗？嗨。
你应该是很爱吧，都咬成这样。你不要盯着我，我不会给你吃。你想吃吗？你说谢谢潮玉叔叔，我就给你吃。好，你不会说，那只能我吃了。快点陪我玩，陪我玩。快点陪我玩。1、2、3，打板！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YY 直播智行、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看见月的另一面，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艺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